大家好，
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从新竹来的铁灰色 W126-300SEL 的分油盘的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看起来好新好漂亮，因为内部大哥已经拆开整修，那外观呢，也经过喷砂处理，所以看起来相当漂亮。那这颗喷油盘所碰到的问题是带油道堵塞，在大哥机台上面行进当中的出入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要在170ml，就它平均都落在140那每一缸都很平均，都在140，代表它带油道堵塞这个问题会造成很难发动车子没力，一稀薄燃烧，引擎产生高温。那这问题大哥已经把它处理好了因为车子整修好以后，这个马力感觉上会跟新车一样，你不要怀疑，就是差别这么大。因为车子好开，我们又喜欢它，所以我们假日的时候带它出去兜风，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车子常常开之后呢，我们就会加汽油，然后就会油箱就不会有像空污的水塔多年不用堵塞水龙头的情况一样。理论上它应该还可以再用20年，不应该堵塞。那其实这部车它是从新竹的保养厂坐拖车过来的。那保养厂他当时告诉我，他车子发不动。那我如果发不动，那应该就是供油不足嘛，除非火星塞的问题，点火的问题。我建议他用倒50cc 的汽油，把它倒到这个脆流板里面，让它发动看看。他说也发不动不起来。结果后来车子到这大哥这里，经过整修之后，发现我们看到这个分电盘，这分电盘还有这个打火头看起来都好新，但是这个是不良品。怎么讲？因为他的这大哥也踩过雷首先，它这个接点跟外面相对的这个接点这个接点跟外面相对这个接点，它们6个接点，每个接点之间的电阻应该要有1K。它这个分电盘它只有0K， 也就是说它是短路的，它是直通的。结果直通之后会造成什么了？火星那个分电盘就不点火了。这个磨损这个地方没问题，那全新的看起来接点都是新的。接点每一个6个接点都是0欧姆，也就是说它是导通的，应该要1K 左右，也就1000欧姆才对。然后呢，这个打火头是在里面旋转的也在里面旋转依次点火。这打火头的这个接点，这个接点跟这个接点之间也应该要有1K， 但是它也是0欧姆。应该有1000欧姆，但它是0欧姆，所以说这2个都是0欧姆之后呢，就造成它不点火了。所以当时那保养厂所碰到的问题是分电盘的问题，也就分电盘就没办法点火，所以他车子根本发不起来，而且看起来这个几乎都是新的所以这个就有待检讨了。那再来。它火星塞的部分它用错了，标准型号应该是 H7DC 或是 H8DC0，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H8DC0。0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没有电阻的火星塞没有电阻，因为高压线它本身就已经有1K 的电阻了，那所以说它就火星塞就不应该再加电阻。那结果呢，它因为0欧姆的火星塞，大家都外面都买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车都有高压线，高压线本身就有1K 的电阻，火星塞就不应该再加电阻了。一般的火星塞电阻是4K， 就4000欧姆。那所以说它用错了。那这个什么缺点呢？因为
高压线有电阻，火星车电阻更大，有4K， 结果呢，火花就变小了。当然，如果车子状况好，无所谓，火花稍微小一点，一样车子还是很稳定的。就怕车子高压线点火系统本身状况不好，那这个时候呢，火花又变小，这车子就不稳定了。好，这个问题大概已经改善了。那喷油嘴部分，它6支喷油嘴，大哥请厂商清洗，只能清洗3支回来，另外3支是不过关的，所以3支换新，3支直接用清洗的。然后它再来，我们发现它这个皮带它原来皮带太松了，大哥经过调整以后，我发现它这个皮带调整器皮带松紧器它已经到底了，也就是说，皮带如果再松的话，那这个皮带调整器就要换了。但换皮带调整器很麻烦，大哥已经调到标准的松紧度，应该还可以再撑个1-2万公里吧。这个车主要特别注意。然后再来，它的引擎角，我们看到引擎角，它引擎角已经扁平了，引擎角已经被压扁了那引擎角的寿命应该有7-8年，所以这引擎角之前换的应该大哥猜想应该有10年了那我们换新的话，就应该还可以撑7-8年。那引擎角不好就会发生我们怠速的时候呢，它方向盘会抖动这个问题就是引擎角这个投资是虽然引擎角稍微贵一点如果2颗引擎角加变速箱角换下来，可能要花掉将近快1万块，但是这是绝对值得的。一换就是大概应该撑10年没有问题。那这部车子呢，大哥有整修的部分，就是后面汽油帮补大哥没有换汽油滤芯大哥也没有换，因为它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的回流量，也就是汽油从后面打到前面来又流回油箱。它1分钟应该流回2公升，就是一个大可乐2.2公升的量，大概是那么多，1分钟就要流回去那么多。那它的回流量有到2.4左右，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再来，这部车子大哥这样试车的感觉，因为它缸压非常好，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缸压相当稳定，缸压非常好几乎没有积碳，所以在高速在引擎在拉转速的时候很畅快。如果说缸压都在12以上的时候呢，那可能因为压缩比变高了，那因为积碳，结果呢拉高速会砸亏会稍微有一点点阻力，然后再慢慢上去。但它因为缸压都很正常，都在11、12之内所以说引擎很顺畅所以这个车主他如果今天，因为这车主刚接手没多久，我相信他开这部车之后呢，他一定会有很大的感受，差别非常的大。那刚刚我们讲到汽油帮补跟汽油滤芯状况还应该是 OK 的，所以的外表看来是很脏，但是因为汽油帮补换下来要花4-5千块，加上滤芯1000块，也要5-6千块。我觉得应该汽油帮补应该还可以再撑个3-4年吧。虽然它外表很脏但它看起来它是Bosch的，所以说我大概为了没有把它换掉，但是蓄压器严重漏油是一定要换蓄压器大概换掉了。那再来，因为这部车子它的油压调整器它也漏油，大哥也换掉了。那大哥的试车感觉就是，第一个，它避震器是 OK 的，变速箱很顺畅它里程数大概在12万左右，那变速箱是非常顺畅的。唯一的缺点，这个冷气这冷气，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冷气的压缩机，目前我们看到这冷气是 R12 的R12 的冷媒，R12 的冷媒目前已经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那找得到也非常贵，因为它是不环保的冷媒，所以说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它已经
已经禁止使用了，所以我们外面买不到了。那压缩机，大哥测下来压缩机还 OK。那大哥的建议就是说，它的这个冷气系统，我们看到这个嘴巴就知道了。这嘴巴，这个嘴巴这个地方，它是 R12的接嘴，所以说肯定这是 R12的。那因为它目前冷媒也不足，大哥建议就是说，管路把它整个清洗之后换成 R12的R134的冷媒，因为压缩机状况还 OK。因为我们在冷气系统最贵的就是压缩机，一个压缩机光材料钱就要2万多块了。今天冷媒虽然贵一点，但还不至于，顶多是3、4千块。但是呢，压缩机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天气热了现在已经到5月了，再来就6、7月天气热了。如果大哥建议冷气系统把它改成 R134，管路清洗 R134，压缩机不用换。否则，如果压缩机再加上2万多块的话，那一定会花掉超过3万多块。所以说，我们把冷媒的系统换掉，清洗换成 R134，顶多花个1万多块钱，冷气系统就 OK 了。还好它的压缩机状况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是大哥给他的建议。至于说这部车子，给大哥的感觉，这部车子有前途。怎么讲？里程数虽然是12，其实里程数是不准的你要看它的车子的内装跟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引擎室里面的所有的零组件。大哥发现它很少，这部车很少被修理，很少进保养厂修理，代表说它没有被误拆装，然后呢有拆装的痕迹。所以所谓台湾话说还很原厂的，就晚了所以说这部车大哥觉得有前途，是它整个给那个甚至还有一点点新车的味道。所以这部车子因为这个车主是爱车人士，他希望这部车能够再陪他长长久久。我跟他讲说，应该至少20年吧，但是放车环境很重要我们现在到车子里面来发动引擎，来看看它这个引擎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车子的状况内装非常漂亮这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是没问题。这部车有前途的我们看里程数是12万公里里程数是12万公里。OK， 来大哥来发动引擎。现在是热车80度，还有因为这部车内装非常漂亮这边内装已经有80-90分没问题。那大哥呢会建议车主把这个仪表还有室内灯以及后牌照灯所有的地方都换成，还有行李箱灯都换成LED。尤其是仪表它仪表几乎没有长什么香菇。如果说有香菇的话，因为这部车子还要它陪我们那么长的时间，开车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仪表板，它仪表板没有产生香菇，所以说直接改成 LED， 让这个仪表不要那么昏暗暗的，应该就 OK 了OK， 好，大概发动引擎，现在温度80度，热车状态这一发就动了而且转速是相当稳定的现在就大概在800左右了750左右，800左右。但是我们发现方向盘也是有点抖动，这个是因为引擎角所造成的。提速非常顺畅，而且变速箱很棒。避震器 OK 避震器不用花钱。前面的拉杆以及球轴部分
还安安静静的，还不用花钱。我的提速非常快哦。这个因为要感谢它的钢压没有积碳，提速非常快。哎，大哥打开冷气，不过他冷气真的不够凉，大哥就全身都是汗，因为他冷气的确这种天气开车太累了。OK， 好，还是开冷气在转速750、800，开冷气，转速动一下，掉一下又回到700、800，代表怠速马达有在工作。OK， 关掉冷气，转速往上提一点又回来了，还是750。我们现在到外面来。上面我们看到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工作电压5.5伏特，中间它的流量感测器磨损换新的，调整电压0.7标准，然后最左边是插压阀的工作电流，也很正常。那转速目前就700而已转速就700我们刚刚看转速表是750，它转速就700。那我们来放一个打火机来看看它的怠速的状况。哇，这辆塑胶太滑了。好，我们来看这里好了，动都不动的，动都不动的。因为怠速它引擎就有一点点晃动了，但几乎都是不动的。好，我们再做一次，这怠速是相当稳定的。引擎角换掉，那个状况更好。我们来做个提速。提速非常的顺畅，这真的要感谢它的这个钢压它的气缸是很棒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流量小数点，下面右下角看到是2.8所以说1分钟的汽油从这里流进来，从这里流出去有2.8公升，已经超过一个可乐保特瓶2.2公升的1分钟的回流量，所以汽油帮补大哥没有换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数据太漂亮了因为汽油帮补又很贵所以说应该再等个2-3万公里吧等个2-3万公里再来换，至少省一点钱。大哥还有发现它这个舵轮这个舵轮一定有点声音，也就是它磨损了，但大哥呢也没有换，所以说车主要注意。这个舵轮如果下次换，记得如果下次要换那个皮带调整器的时候这个舵轮一定要记得换。那舵轮不贵了，材料钱顶多1000块，含工的话应该在2000块钱以内。最贵的就是皮带调整器，那工资可能要花掉2-3千块钱，加上皮带调整器的材料钱，可能要花5-6千但这个是差不多2-3万公里以后的事情。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以上就是大哥要跟车主讲的话，就这些部分冷气的部分，然后车灯、车子的照明，再来变速箱夹，大概还有就大概这些地方因为我们这夏天到了，我们要再开20年，希望车子能够打扮漂漂亮亮的，车身看起来还是 OK， 而且还几乎都是原漆这很难得的，所以大哥说这部车有前途。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对，还有一点，我看到它的差速器差速器漏油漏相当严重，应该是缺差速汽油大哥的做法会把差速器换成 Mobile One， 不是95号的，是140W， W140也就是说更浓的。第二个再加1罐的二硫化钼的黄油
那这样子差速器应该至少要用10-20万公里吧。差速器本身它油也没有跟引擎接触，所以说差速器也要更换。今天还有机油，对，它机油也不好了，机油也要更换。那这个地方大哥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我们恭喜这位车主，他在这部车子开这部车子会是很幸福的。今天大哥报告到此结束，拜拜。